1958年呢，差点说成1937年。1958年呢，一个叫 Eddie Wolfram 的一个年轻的高中生，因为一个小的发明呢，彻底的改变了录音设备的历史。这个孩子特别喜欢给乐队录音，但是呢，因为买不起麦克风，因为麦克风那个时候还是很奢侈的一个产品，于是呢，他设计了一个设备，这个设备可以直接录制乐器，而且能够捕捉到前所未有的纯净的声音。于是呢，这世界上的第一个 DI 盒就诞生了，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 DI。后来这个人呢，在底特律的录音室 Motown Studio、United Sound 等等的工作，他的那个 DI 盒呢，就在那个年代给很多著名的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宝贵的声音。而这个 DI 盒的核心呢，就是 Triad A1112 变压器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款插件所模拟的音色的核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咱们今天看这款插件呢，来自于 Pulsar Modular。就像我开篇所给你讲的这个故事一样，它呢最重要的模拟的核心呢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款 DI 盒里面的那个变压器。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特别像一个化学什么气泵一样的东西，就是那个变压器，上面会写着 A12， 这个一已经看不清楚了。这个插件本身的名字叫 P42 Climax， 它也经过很多的版本，你会发现上面写着 Mod， 已经经过一些调整，所以总体来说呢，它是一个像滤波加音染加各种各样的功能调节的这么一个插件。这个插件应该是 Pulsar Modular 最著名的一款插件，很多人在它刚推出来的时候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后来 Pulsar Modular 推出了很多相当复杂、相当有思考或者有设计想法的一些插件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咱们先从最上面开始看，咱们先把上面这些小的细节都讲完。Bypass， 这就是你完全可以旁通。相位转换，然后 OS 呢 Oversampling， 一共有3个模式 HD、Vintage 和 Intelligent。 这个 Intelligent 和 Vintage 呢都是双倍2倍，你宿主软件是多少的这个采样率，它就会双倍。然后呢 HD 是384，而 Vintage 呢会稍微的平滑一些，因为它内部计算的这个 filter 会稍微的圆滑一些。接下来呢是 Transformer 一共有5个档，从最低到最高，它基本上帮助你去增加非常低频的部分的音源。如果你设置在低的话，就会能帮你增加20赫兹左右非常低频的那种我们叫 ultrasonic， 我们听不见的那种超声波。如果你放到 high 的话，会让你的低频更紧张一些，或者是紧凑一些。接下来呢 AB 设置以及 Dual Mono， 这个 Dual Mono 应该是最新的这个版本有的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完全的左右声道独立。如果你有很多的立体声音轨的话，你可以加载一堆这个插件，然后呢全都变成 Dual Mono， 就有点像 Summing Mixer 一样的感觉，因为它每一个轨会非线性的给你一些不太一样的音乐。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像说明书，他们好像很快就会推出中文的说明书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主体，这个中间这个管子就是看的，一会儿会发光，会变不一样的颜色，非常有意思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这边主要的是它的滤波器和音色的控制。比如说这是它的低切，从最低15一直可以切到500，这个是开关。 A 呢是比较平滑的低切， B 呢是有一些像 resonance cut 更硬一些的低切。配合下面的下面这个是 low shelf， 或者是变成 proportional Q 的 bell shape， 所以 low shelf 就是低频所有都一起提， proportional Q 呢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像 bell shape 一样只在你这个频点这提。而且它这个特别注意的是，它的 proportional Q 呢，一旦你这个地方超过了差不多5、6的时候呢，就会非常尖的顶上去。这样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你这个频点的声音。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低频的部分，这样的话你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。低切，下面呢是 low shelf， 假如说我们现在在100以下都提升，变成 proportional Q， 这个时候它的那个 Q 非常的窄，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频点非常明显你想提升的，然后慢慢把它转回来就行。对，而且它的范围很大，它从40一直到5K， 这样呢，你可以用它去提升很多的中频甚至中高频的频段。比如说，你就希望提升1K、1K5 之类的，你可以去拿它去提升，非常的好用。再接下来的这边呢，其实更类似，这边是一个高切，从22K 你一直可以切回来。它这应该是12个 dB per octave， 还是比较平滑的一个声音。然后呢，有 Air。
你仔细听镲的那个叮叮叮叮的声音。它是一个特殊设计的这么一个 high shelf 的一个感觉，然后会帮你把很多高频的 transient 拿出来，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呢，听起来还是比较自然。尤其是你要把它用在人声的话，会很突出。一般来说，我把它推到最大以后，我慢慢把它转回来，感觉到我的高频提升以后，慢慢再把这个控制回来。再接下来的 high shelf。这个 high shelf 呢，跟 low shelf 一样，也是可以去变成 shelving EQ， 或者是变成 proportional。比如说我们现在 5K 的 high shelf， 转回来，或者是 proportional。原来的声音没有任何均衡的，增加了一些很平滑、很不那么明显，但是非常微妙的一个感觉。如果我们看中间的话，它有它的表，它有 peak meter， 有它的输出的 AOFS 的响度的表，然后你可以用 RMS 的监控，或者是用 peak 的监控。当然，我建议你用它作为一个参考，你后面最好放一个专门的一个响度表。再接下来，我们要进入它的音染的部分。在说音染部分之前，我们先要说一下它的路由。它第一个呢是叫 DI， 就是立体声进、立体声出。接下来你可以让它去只控制 mid， 也就是说整个的电路只控制你音乐中 mid 的部分。比如说你现在能听到中间的声音变大，因为我现在整个这个电路只控制中间，我在中间增加了 drive， 它就会增加声音。或者 side， 原来的放进去，所以是这样一个概念。此外呢，如果你点上这个 isolate， 假如说我现在是放在 side 的话，你点上这个以后，你现在听到的所有失信号只是 side 的信号。对，这是你调的时候就完全是这个。这个时候怎么用呢？你可以用干湿信号混合，慢慢把它混回去。或者是呢，你可以用发送轨让它去做一个平行处理。如果你需要同时处理 mid 和 side 的话，你需要2个这个插件，一个控制 mid， 一个控制 side。有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可以进到右边这些。右边这些的话是输入 input 的 drive， 就是你的输入信号了。然后呢，输出这2个东西，你如果摁住 Shift 是可以来回调的，因为它基本上就能决定你的音染的程度了。此外呢，中间的这个 saturation 很显然它是给你这个音染的，如果你把它调大了以后，你的音染就会很夸张。所以呢，用输入 drive 和 saturation 配合去获得一个你想要的一个色彩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音染，所以呢，这2个要配合好了，才能给你特别大声的时候呢，要一些过载，然后呢，轻一些的时候可能会干净一些，你需要去找这个平衡。此外，这个 input、output 这2个钮呢，实际上是如果你点这个的话，你会把整个的这个音染的电路呢放在你的均衡所有这些 filter 前边。这样的话，你先音染完了以后，你再通过这个均衡去控制。如果是 output 的话，就是你之前调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处理完了以后，再进到你的音染的电路，有点像类似于 saturation 或者压缩在均衡前、均衡后的区别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均衡前边，它给你的均衡带来的调整就会更多一些。如果你放在后边的话，你所有均衡调整的部分呢，就会更多的去被染色。然后通过这一个控制完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叫 GCC。这个算是自动的增益控制。如果你点亮它的话，你放这个音乐的时候，它会一直在变。如果你随时点它的话，它会帮你把现在输入和输出的信号的这一瞬间的电平平衡
确保你输入输出的信号呢是音量是一致的，这样的话你比较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能去比较出来。当然这个你可以自己手动去 match， 手动去平衡。下面还有2个小的东西，一个是叫 delta， 这个 delta 呢实际上就是它处理完的湿信号和它干信号之间的区别，就是你这个插件到底给你声音改变了什么东西。我们可以听一下，比如说增加的1K 多的声音，增加3K 多的声音 airband filter 等等的。有一个事情你可以做的是，你甚至可以拿它放到一个发送轨，然后呢用 delta 这个信号，然后你再去处理 delta 的信号混回到你的整个干声中，这也是一个使用方式的一个办法。因为如果它处理的信号你认为它处理太多低频，你可以找一个低切，把它的 delta 的信号的低频去掉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使用的思路。然后下面这个小钮就是 reset， 你可以 reset 上面这表，重新再计算它的响度啊等等的。最后呢有干湿信号的混合，你一旦有 delta 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干湿信号的混合了，所以点回来以后就可以去使用。所以我们放在单轨的鼓上来听一听它是什么样的声音。实际上这个插件非常非常适合单个乐器的这种音色的塑造。比如说我现在就把输入推进去，音染增加一些，没有的。我希望把低频收紧一些，用 proportional tune 稍微提升一些这个位置的。原来的。或者是你可以用增加一些差不多2K 左右的声音，或者用高切让它声音变暖下来。贝斯呢，同样我们可以稍微用低切和用 low sharp 稍微的去让它的低频稍微紧凑一些。就是你甚至可以用 mid 专门只提升 mid。这就很多很多的过载。对，有很多很多的用法了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各种各样的乐器上，放在人声上也可以。它里面有很多的预设，你可以去使用，包括像有一些 tape 的模拟啊，有一些专门的这些乐器的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 Pulsar Modular 的 P42 Climax， 相当强大又灵活的一个滤波器加音染的这么一个插件。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去试一试。我知道这个东西很贵，但是呢，确实也是好评如潮，也是他们非常非常代表的一个作品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咱们下次再见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拜拜。